几名壮汉将一匹马拴在索道上，随着一声嘶叫，马儿四脚乱蹬，原地起飞，以一种十分滑稽的姿态穿越了怒江大峡谷。等到所有的马匹全部到达对岸后，剩下的几名村民淡定地一跃而下。这惊险刺激的一幕，村民们的内心却毫无波澜，甚至还能空出一只手拉一拉帽子。如果滑索有段位，他们一定是王者级的。这群村民其实是往返于西藏和云南的骡马商队，为了微薄的收入，他们每年都会带着自家的特产踏上这条世界上最险峻、环境最恶劣的道路之一——茶马古道。由于商队常年在外，当地的传统是兄弟2人甚至3人娶同一个妻子，这样外出的丈夫就不必担心家里的妻子无人照顾，家庭的负担也会随之减小很多。现在商队来到了喜马拉雅东部地区的怒江峡谷，在高耸的峭壁之下隐藏了一条仅够1人通行的小道，而小道的左侧则是几百米高的悬崖，稍有不注意，集体掉头回家吃席。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马铃声停止，商队来到一处断崖，要继续往前走，只能通过眼前这根细细的溜索。几个村民把缆索拉至固定，然后将一种特殊的滑木结构挂上滑索。村民一边抓紧滑木，一边纵身跃下，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滑去。这个村民甚至觉得速度太慢，他抬起双腿减少风阻，加速滑向对岸。这项空中飞人的表演显然让随行的马感到有些不安，尽管他是抗拒的。几个村民不讲武德，霸王硬上弓。在马儿发出一声不满的叫声后，他四脚乱蹬，原地起飞，在澎湃的江水之上体验了一把飞行的感觉。这样的画面看起来似乎有点搞笑，可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商人和马匹死在这条缆索上。随着最后一摞货物渡江完成，商队重整旗鼓，继续踏上旅程。由于路途艰险，情况复杂，负重的马匹必须4天更换一次马蹄铁，不然马就会因囊肿起泡而无法赶路。这里不是修驴蹄频道，在一众粗心的大老爷们的手里，眼前这只小马因铁钉打进皮肉中而发炎感染了。面对这种情况，拥有35年旅途经验的马国图队长知道该如何应对，他直接在囊肿出扎了个小孔，等脓水全部流出后，休养一段时间，马就能恢复了。现在正值雨季，一连4天的雨让本就崎岖的山路变得更加湿滑，马儿驮的货物也因吸水变得更为沉重。尽管人和马都已经不堪重负，但商队还是决定咬咬牙继续赶路，争取早些找到下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商队总是选择在丰沃的草地上休息，这样可以让马儿吃一顿大餐，为接下来的旅途做好准备。而商人们则围坐在一起，依靠酥油茶、腌肉以及大麦面填饱肚子。经过几天的跋涉，他们来到了海拔4000米的高原。虽然这里的景色每一帧都美得像壁纸，但这美丽的表象下面藏着人们看不见的沼泽。每次到这里，马儿们就不自觉地开始焦虑。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眼前这只小马一脚踏入沼泽，明明陷得不深，可小马已经动弹不得。如果放任不管，任由沼泽吞噬小马，那么它只有死路一条。5个村民联手拎着小马的耳朵，推着屁股才把小马拉出来。经过连续的赶路，最终他们到达丘拉拉家。这里四处遍布着草药，商队为了防止马儿们吃错草药而中毒，他们专门在马嘴处戴上了铁龙头，但还是有一头作死的小马。隔着铁龙头，还要学习神农尝百草，在众多青草中选择了毒性最大的一颗，生生把自己吃到吐血。没办法，村民们只能依靠古法对小马进行紧急治疗，才能使其勉强存活。但此后1年内，这匹马会变得很虚弱，无法再驮任何货物了。接下来，商队来到了整个旅途中最危险的一条路——坠王山谷。在这条路上，山路急转而下，在这条悬崖边上的蜿蜒小道行走，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可谓一人狡猾，全村开席。一匹马身上的货物突然散落，滑下山体，商人不顾危险急忙追赶，因为马儿一旦被滚落的货物击中，很容易引起马群惊觉而发疯，从而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伤亡。真的是别人挣钱我眼红，他们挣钱我嫌少。商队一般选择山的背风处过夜，依靠多层被褥和一层防风的塑料膜维持体温。他们百般辛苦走这一路，就是为了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将带来的货物卖出更高的价格。伴着清脆的马铃声，商队翻越一个又一个山口，终于踏上了公路。他们来到目的地梅里兹村，卸下货物的马儿开始在地上打滚，一边用泥土蹭干背上的汗水。村民们也忙着用收来的特产进行交易。这趟旅程平均每人可以获得7000元的收入，这可能是他们此后1年的家庭支出。今年的路途结束了，他们现在要原路返回，明年同样的时间他们还会再来。但时过境迁，他们曾走过的狭窄山路正在被爆破拓宽，以便车辆通行。一条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正在修建，商人们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或许在不远的将来，罗马商队清脆的铃铛声将成为他们的独家记忆，而这条延续1000年的宝贵道路也将被淹没在时间长河中。1998年，伊利董事长将副总牛根生扫地出门，原以为是稳固了自己在集团的核心地位，没想到这一举动竟是放虎归山，给自己扫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牛根生一离开就创办了蒙牛，不到8年时间就实现了对伊利的碾压，把蒙牛干到了行业第一。这就让人不禁好奇，当时的牛根生没品牌、没资金、没工厂，甚至连牛都没有，他凭啥这样牛？牛根生这个人不简单，他穷苦出身，出生没多久就被亲生父母以5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户姓牛的人家。这户人家靠放牛为生，便给他取名牛根生。1978年，牛根生的养父母双双离世，年仅20岁的他为了养活自己，就在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当养牛工人。这份养牛的工作虽然辛苦，却让牛根生积累了大量与牛奶相关的经验。5年后，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牛根生成功进入了呼和浩特回民奶食品加工厂，而这个工厂就是如今巨头伊利集团的前身。进入工厂后，牛根生从最基础的洗瓶工作起，在一次销售危机中，他成功帮助工厂扭转了盈亏局面，不到半年便被破格升职为销售经理。之后，他更是凭借着突出的工作业绩一路晋升，最终成为伊利的副总裁，分管雪糕业务。他当时策划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项目，在90年代把伊利雪糕业务的营收从10几万直接干到7个亿，能力非常强悍。在伊利工作的10多年里，公司80%以上的营业额都来自牛根生主管的事业部。他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出色的销售业绩，在员工中建立起了极高的威信。然而一山不容二虎，1998年，牛根生和当时的伊利总裁郑俊怀在公司的经营理念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最终牛根生被伊利董事会免职，结束了他在伊利16年的职业生涯。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牛根生的人格魅力极强，在他离开时，伊利除了人事和财务，其他几乎各个事业部的一把手全部跟着牛根生走了。至于大家为什么愿意跟着他，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以前牛根生在伊利业绩突出，领导奖励他一大笔钱，让他买一辆高级轿车，结果他用这笔钱买了4辆普通轿车送给部下。所以牛根生讲义气这个事在伊利是出了名的，大家自然愿意跟着他。1999年，牛根生带着这群追随他的旧部，成立了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传统公司一般都是先建工厂再做销售，但蒙牛最初不建工厂，直接打市场。他在内蒙古各地打出广告，向伊利学习，争做内蒙古第2的乳业品牌，狠狠地蹭了一把伊利的热度，就靠这一招把品牌打响。品牌有了知名度后，蒙牛的融资、拓展渠道、获取订单都变得顺利了许多。于是蒙牛用融来的资金与中科院合作，共同开发乳品，让蒙牛的产品公信力也得以迅速拉升。产品研发出来了，接下来就是解决生产问题。但是牛根生没有奶牛，于是他直接跟当地300多万的养殖户进行合作。牛根生用蒙牛的品牌跟他们担保，承诺你们来养牛，生产出来的牛奶我全部收购，万一出现亏损，由我来兜底。这样的承诺给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都自发的到信用社去贷款买牛，蒙牛也因此有了稳定的奶源。有了奶源还需要工厂进行加工生产，但牛根生并没有自己掏钱去建工厂，他直接在上游跟许多代工厂合作，以品牌和订单来入股，没掏1分钱就把别人的工厂变成了蒙牛自己的工厂。那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还要有物流体系来送货，但是牛根生也绝对不会自己掏钱去雇人买车送奶，所以他又在社会上招聘送货的司机。他是这么说的：你们来帮我配送，我每天都有大批量稳定的订单，每一单我都给你分钱，你可以来赚配送费，每个月都有保底收益，不到1年就能回本。就这样，蒙牛轻松拥有了300多个货车和司机。凭借着这一系列的运营模式，不久后蒙牛就成功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还以3.1亿的价格拿下了央视标王。从1999年到2002年，其营业额就从4365万元人民币飙升至21亿元人民币，因此蒙牛也被称为中国成长最快的企业。作为曾经伊利的生产经营副总裁，他深知营销的重要性，因此在蒙牛成立之初，就在各个维度都进行了营销和品牌塑造。2003年，蒙牛成为了航天员专用奶。伴随着神舟5号成功升天，蒙牛打出了举起你的右手为中国喝彩，蒙牛牛奶强壮中国人的广告语。后来又赞助了超级女声，推出了酸酸乳，直接对标1998年伊利推出的优酸乳。10几年前风靡全国的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广告曲，就是蒙牛为酸酸乳所创作的，不仅捕获了年轻人的心，销量也呈爆发式增长。2005年之后，蒙牛的销售额成功超过伊利，成为全国乳业市场的第1名。牛根生亲手把蒙牛做到全国液态奶冠军，缔造了令世人敬畏的蒙牛速度。此时距离牛根生1998年离开伊利不过才7年时间，而他本人此时也不过才47岁。眼前这个8岁的小男孩即将出家当一名喇嘛，他坐在火炉旁，享受着最后和妈妈独处的时光。这里是喜马拉雅山以北的丹吉尔村，在当地，如果家里孩子过多，土地将交由长子继承，而最小的儿子则要在9岁的时候
前往遥远的寺庙，成为一名喇嘛。尽管这样可以为家里节省一口粮食，但是这一走几乎相当于永别。因为这里处于高海拔的恶劣环境，导致村子近乎与世隔绝。由于村民没有钱，他们连去镇上的路费都拿不出来，就算是送孩子去寺庙当喇嘛，也只能依靠长达10几天的徒步才能抵达镇里的寺庙。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村里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婚姻关系，一个女人可以嫁给另一家的几个兄弟，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财产分割，兄弟几人一同努力，还可以让日子越过越好。罗布是男孩的堂哥，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是一对亲兄弟。眼看着男孩马上就要离开这里，罗布有些不舍地问他为什么想去当喇嘛。男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不知道去寺庙当喇嘛意味着什么，只是身边有小伙伴已经去了，这让他觉得成为喇嘛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罗布对男孩的回答怀有质疑。为了找到答案，男孩决定去村里的寺庙看一看。丹吉尔村的寺庙在村子里的最高处，里面只有一名喇嘛，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挨家挨户祈祷诵经，替他们解答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喇嘛一般不需要干农活，由村民们轮流给喇嘛送食物和水，并为他耕地种田。男孩来到寺庙，他很好奇要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喇嘛。老喇嘛告诉他，他需要离开家里的亲人，独自到很远的寺庙里生活，学习各种佛和宗教的知识，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喇嘛。面对一边说话一边尽情摇摆的喇嘛，男孩有没有听懂，我们不从得知，但是能看得出来他很想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解除了心中的疑惑。男孩很高兴，他兴奋地拎着水桶去河边打水，一双小短腿走得可不慢，零下20度的气温让河面结上一层厚厚的冰。为了躲避寒冷的天气，男孩需要尽快接完水回到家中。妈妈准备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这不仅是为了庆祝藏历新年，也是为了让儿子在临走前记住自己家乡的味道。大女儿用刀把面切成条状，再用手掐成一个个面粉团，用来制作佛塔。在这些面粉团里会有一个裹有胡椒的辣面团，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傍晚，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很开心。这或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齐聚了，因为男孩马上就要被送去当喇嘛。酒足饭饱后，男人们开始跳起舞来，随着鼓点和节拍摆动身体，祈祷来年能够风调雨顺。第二天早上，男孩跟随叔叔的牦牛商队出发了，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和罗布一起踏上了旅程。在过去的时候，村里人有自己的牦牛车队，负责运输货物，外出经商。后来喜马拉雅的边界被封锁，只有几辆大篷车能够在路上穿行，牦牛商队也就不复存在了。随着海拔升高，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被落在队伍后面的男孩满脸郁闷，似乎才意识到当喇嘛是一件苦差事。到了晚上，一行人来到一个马厩取暖过夜，同行的叔叔吓唬男孩说，喇嘛要和各种妖魔鬼怪做斗争，吓得他一夜都没有睡好。5200米高的海拔让人和牦牛艰难地前行着，他们一路翻过高山，终于来到了商队的交易地点。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叔叔以1260块的价格将一头牦牛卖给了当地居民，剩下的道路就要靠堂哥罗布带着男孩前进了。在接下来的路途中，哥俩遇到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喇嘛，其实这群人正在举行葬礼，安抚逝者的灵魂。男孩显然不懂什么叫做死亡，疑惑的小眼神仿佛在问，这就是他以后的生活吗？几天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城镇，城镇里的一切都让小男孩感到好奇，他从来没有见过自行车、卡车、照相机，兴奋又开心，直到他看见了一家玩具店。这时，男孩开始闹脾气了，想让罗布给自己买个球，否则他就不去当喇嘛了。可罗布连给自己买身新衣服都舍不得，更别说给男孩买球了。可当他看到弟弟失落地坐在街边，还是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给男孩买了个小皮球。幸福来得太突然，男孩高兴极了。伴随着5天的跋涉结束，他们终于来到了寺庙。罗布目送着乌尔根和导师走进院里，他知道弟弟将要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离开寺院后，他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实现成为歌手的梦想，在城里娶一个漂亮的老婆。年轻的喇嘛为男孩倒了一杯茶，没有罗布的陪伴，男孩感受到了孤独和拘束。短暂的失落后，他来到尊者面前，给其磕了3个代表入门的响头。在尊者详细地告诉男孩各项规定的时候，这个熊孩子竟然一脸不服，甚至还打哈欠。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寺庙里德高望重的佛陀为男孩举行欢迎仪式，全体僧侣一边弹奏乐曲，一边为他诵经赐福。可男孩却觉得这些人都奇奇怪怪的，特别是那个戴着小墨镜的，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少年将要把生命中最闪亮和最璀璨的光阴全部留在寺庙。或许这种不急不躁、不争不抢的生活也挺好的，你们觉得呢？眼前的少年将嘴里的羊油吐进锅里，周围的孩子非但不嫌弃，反而争先恐后的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这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少年，其实是聚集在宝鸡火车站的流浪汉，他们年龄从10几岁到20岁不等，而其中最小的甚至只有9岁。他们游走在铁道台的垃圾站附近，靠捡垃圾和要饭来维持生计。对于这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孩子来说，
如果在清汤寡水的面条里加一点羊油，就算是开荤了。这什么油？羊油。哦，羊油。你从哪儿搞的？捡的。这是一部拍摄于2000年的纪录片。眼前这个圆脸的孩子，外号叫做火狐狸。年仅9岁的他，已经成为火车站这一带出名的老油条。他对着镜头笑谈自己的遭遇。昨天他乞讨了20块钱，准备给自己过个生日，却没想不仅钱全部被人抢走，脸上也挨了好几个巴掌。砰砰砰砰！你看这是还肿着呢。他不在意的耸耸肩，调笑自己今天脸还是肿的。言语里的市侩随着笑声一起发散在空气里。他沧桑的气质和老练的动作，仿佛天生就是一名流浪汉。没有人记得他只是一个本该在学校学着加减乘除的小孩子。同龄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他却在垃圾堆里翻找今天的晚餐。火狐狸表面的从容与坚强，或许只是为了生存下去，因捡垃圾和乞讨常常挨打，导致内心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然后专门就是给人打。专门打？为什么专门打？被人打，我又打不出血来，就因为这就是好闷。每当他看见别的孩子和家长一起时，他总会盯着看好久。和火狐狸关系最好的孩子名叫李小龙，他时时刻刻捣鼓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枪。小龙的年纪不大，却是这里资历最老的流浪汉，很多年纪大的流浪汉都很尊敬他。小龙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哥哥，这位哥哥因为抢劫了3块8毛钱被判了2年。他想等哥哥出来后一起做一份正经工作。原本小龙有个幸福的家庭，但是父母的感情不好，在上学时又经常被同学欺负，也常常遭到老师的辱骂。他归骂我就归骂我，他带有骂我家人。小龙一气之下就再也没有回去。在这片城市边缘的铁路沿线，轰鸣的火车呼啸而过，附近的垃圾站臭气熏天，而这些栖居在此的流浪汉们和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这片无人的荒田。与其他邋里邋遢的人不同，眼前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头喷摩丝的男人是大四川，他是铁路沿线最体面的流浪汉，时常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与火车站的小伙伴形成鲜明对比。13岁那年，他跟着一位老板养了3年的蜜蜂，而老板却在一天晚上悄无声息地带着蜜蜂离开。大四川的身份证和3年工钱被老板一并带着，没有身份证的大四川被抓进西安收容所，后来一路流浪到宝鸡，成为了流浪汉们的一员。他衣着干净，会在垃圾堆里扒出梳子和摩丝整理发型，做饭有严苛的标准，能用从各处搜刮来的调料和捡来的猪肉炒一道正宗的四川辣子肉。在这个小团体，有人受欢迎，就有人不被待见。凤翔身上有很明显的阿 Q 精神，他身染疥疮，吃饭时大伙都会排挤他，因为他们说凤翔染的是艾滋，但凤翔毫不在乎，也不去贴他们的冷脸。给我吃，为什么？他们的肉是别人送的。你家是挂窗外面，这一楼的住着晚上过去，晚上去给人家煮个菜，掉下去吃。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这位来自甘肃的小胖绅士更加让人唏嘘。甘肃小胖的父亲有3个老婆和5个儿子，小胖的妈妈是第2任，他的妈妈被9岁的父亲家暴，只剩半条命的妈妈和父亲离了婚之后，妈妈被卖到安徽，小胖的父亲给他留了半袋麦子和20斤面就离开了。我爸比较坏，他临走之前就给我一个这么长半袋子麦子，这么一个20斤的一点面子，就面，然后就走了。小胖四处流浪，兜兜转转来到宝鸡车站，他熟练地穿梭在铁轨之间，火车在他耳畔轰轰烈烈地驶过，他被迫止住了话头，他沉默而茫然地坐在沿线上，看着呼啸的火车，是想回家吗？可他已经无家可回，天下之大，何处是故乡？最后他撑着棍子沿着铁轨走，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些孩子气。他是垃圾堆里的小卓别林，火车声音压住了他的呼喊，演绎出一场并不幽默的默剧。他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梦，想要出人头地，又懒于努力，只想坐享其成。于是梦想反复切割内心的良知，疼痛使神经变得麻木不仁。并不是社会遗弃了他们，而是他们不愿意融入这个社会。半年后，导演再次来到这里，铁路沿线的流浪汉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踪影，人们只能在道听途说中了解他们后来故事的结局。视频的拍摄时间是2000年，千禧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新时代的画卷伴随着各式横幅铺设在大街小巷，唯独遗忘了这些人，他们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身份，甚至连名字也被抹拭在同伴起的绰号里。万万没想到，被家长视为垃圾食品的汉堡，竟然是堪称营养搭配最完美的均衡膳食。还有人说它是高油高盐的热量炸弹。
在如今这个万物皆可低卡、轻食、零糖的健康时代，汉堡似乎被死死钉在了饮食鄙视链的最底端。很多打工人甚至陷入了一种饮食幻觉，花68块钱在网红店点一份安格斯牛肉低脂波奇饭，觉得自己极度自律；花15块钱在快餐店啃个双层纯牛肉吉士堡，就觉得充满了负罪感。但是如果你去扒一扒这两者的营养成分表，残酷的真相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那个被你鄙视到骨子里的廉价汉堡，不仅核心蛋白质含量比轻食高出整整30%，甚至连碳水比例都比那盘铺满甜腻紫薯泥和高糖玉米粒的沙拉要合理的多。看到这儿，你肯定会纳闷了，凭什么便宜的快餐反而赢了？垃圾食品这顶大帽子又是怎么扣到汉堡头上的？大家好，我是不聊情怀，只聊底层逻辑的微观科普。今天我们吃汉堡。如果我们把一个标准的牛肉汉堡拆解开，你会发现它简直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营养微缩模型。顶底的汉堡胚是提供基础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和你吃的米饭、馒头本质相同。中间的生菜、番茄、洋葱提供了必要的膳食纤维，核心的纯牛肉饼富含优质蛋白质、铁和维生素 B， 再加上一片提供优质脂肪和钙质的芝士，碳水、蔬菜、蛋白质、脂肪一应俱全。你不妨对比一下打工人最常点的中式快餐，重油重盐的街头炒面，纯碳水的凉皮配面筋，或者是一碗大米饭配上只有肉末的鱼香肉丝。从宏观营养素的比例来看，汉堡的结构甚至比这些所谓的正餐要均衡健康得多。既然汉堡本身没问题，那为什么吃快餐容易胖？答案很简单，真正让你发胖的根本不是汉堡，而是他身边的猪队友。首当其冲的就是薯条与含糖汽水，这对热量刺客。一个常规的单层或双层牛肉堡热量通常在400到500大卡左右，这完全属于一个成年人正常一餐的热量范畴。但快餐店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套餐捆绑，一份高温油炸的中包薯条加上一杯冰爽的含糖大杯可乐，会额外带来近500到600大卡的纯正空壳热量。当你一口可乐引发胰岛素飙升，在一口薯条送入大量油脂时，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完美的脂肪储存机。让一顿饭热量飙升到1200大卡以上的罪魁祸首，从来都不是汉堡，而是糖和油。除了外在的套餐搭配，汉堡内部也暗藏玄机。很多人觉得沙拉酱、蛋黄酱听起来人畜无害，但它们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植物油和糖。后厨师傅为了提升口感，狠狠挤上那几勺酱料，无形中就给你增加了200-300大卡的纯脂肪。此外，肉饼的烹饪方式也直接决定了热量走向。优质的汉堡应当使用烤牛肉饼或板烧鸡腿肉。一旦你把核心肉排换成裹满厚厚面糊，在油锅里翻滚过的脆皮炸鸡，那层吸满油脂的面衣就会瞬间破坏掉原本完美的营养平衡，让这一餐的脂肪含量超级加倍。理清了这些让你发胖的真正元凶，再回头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你会发现人类的偏见往往是根深蒂固且充满双标的。我们对贴着快餐工业标签的汉堡戴着严苛的有色眼镜，却对从小吃到大的所谓家常菜无比宽容。想想饭馆里的地三鲜、土豆、茄子、青椒，听起来全是素菜，似乎很健康，但为了软烂入味，他们必须在滚烫的油锅里滑油走一遭。茄子吸油的能力堪比海绵，再比如糖醋里脊、红烧肉、酱肘子，那可是实打实的糖油混合物。它们无论是在油脂含量、钠含量还是游离糖含量上，往往远超一个正规品牌的标准汉堡。但我们吃地三鲜时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吃汉堡时却觉得自己在摄入工业垃圾，这其实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认知偏差。当我们抛开这些主观滤镜，回归食物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作为高度成熟的快餐工业产物，汉堡代表的恰恰是便捷、高效、卫生与标准化。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市面上那些劣质边角料合成肉、掺杂海量大豆蛋白和淀粉做出的山寨汉堡确实是垃圾，但这属于无良商家的品控底线问题，不该由整个汉堡这个优秀的食物品类来背锅。在这个充满了营销话术和容貌焦虑的时代，那个被深深误解的汉堡，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无数偏见与傲慢的缩影。当我们习惯了被精致的包装洗脑，心甘情愿为昂贵的伪自律和健康税买单，却把廉价的真营养踩在脚下时，真正被收割的其实不是我们的钱包，而是我们的认知。食物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营养素的科学组合。看透了汉堡的营养结构，你就能看透许多消费陷阱的障眼法。
所以下次当你在街角快餐店吃下那口热气腾腾、肉汁四溢的牛肉堡时，请大方地放下那些无谓的负罪感，因为吃得明白、活得清醒，不被营销话术裹挟，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